嗨，欢迎来到烧麦的频道，和 NONO 一起学发声。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论一首歌，因为在这一首歌里面，我们就可以谈论到很多唱歌不同的技巧。那有兴趣学的朋友，那就来加入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霸王别姬》。那 Let's go。嗨，欢迎回来。那在音乐原计划这一期当中，我觉得最为感人的部分就在于有很多好的歌曲的加入。那比如说还有好的歌手，像刘惜君啊、王琳凯啊、单依纯呢，他们在这一期的表现都非常的好。但是能够让我想到能够回馈给大家最好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霸王别姬》了，因为很多人唱。周深对吗？在里面哼了几句，还有是我听见了单依纯在另外一首歌里面《落笔成书》里面唱了一些戏曲，那她的音质是值得一提的。那再加上刘端端还有是小唐都有参与这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包括薛之谦和他的助手，我们都放在里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一看我们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那我们先来放一下是这首歌曲，我们会以刘端端跟小唐的一个主轴来作为一个开端来对比，好吗？那我们来看一个，听一个，开始了。听小歌惊鸿，一诉万里。当乱世漂泊，将变旖旎，一生还我于己。在我们继续往下对比之前，我会给大家一个我来对比这首歌曲的主基调。那么什么都有一个标准跟感受嘛，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那这首歌曲，我认为它的困难的地方是因为它本身歌曲里面注入了一个故事的灵魂，所以呢，周深很想唱这首歌，所以在尝试提到改词的时候，薛之谦是一口拒绝了，因为他在里面改了又改，认为这首歌曲是不能够再碰了，不能再动了，对吗？那所以我们就要理解这首歌曲本来故事情节是非常深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故事的内容，所以呢，他这首歌曲你们会发现。它前面那个部分呢，算是一个诉说，然后参与了两个主角的对话，然后加上故事情节的变化之后，从悲情到两个人之间的他谈不上难舍难分吧，甚至两个人之间的博弈情吧，然后再转入到个人的一个使命沙场。所以又返回到湖面平静，所以整个故事是非常的有起伏的。那么在这里面合唱的要求就非常高，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在合唱的时候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就很重要。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说刘端端跟小唐他们的唱歌，我认为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部分，他们并没有表达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刘端端他用的有一点点像口吻的感觉，梆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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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唐他用的是唱的感觉，他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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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吧。当他们一个是以口吻的语气，一个是以唱的感觉，那就出现了不同频。那我们来听听什么叫同频。当后面尘清，小客倾城，一眼随我万里。好，薛之谦这边比较厉害的是，他前面的口吻之后，尾巴里拖了一点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万里啊！我把两个字唱了，然后我们换女生。当乱世漂泊，将变旖旎，一生还我于己。所以这里面这位薛之谦的那个助手，他跟薛之谦唱的一个风格是统一的，我们就不管他们的唱功是不是好，或者说是不是专业歌手，但是在这个第一段里面，他们的口吻是一致的，所以就没有一个像小唐跟刘端端一样，一进入之后，好像一个是入戏，然后小唐一唱呢，哎，你有一点点出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听听周深是怎么唱的。其实这首歌周深不能唱，我认为非常的可惜，因为无论从戏曲的部分和对虞姬那个语调的语气的拿捏，周深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很难客串，除非他变成一个真的就是装扮是个女生进入戏曲，那可能就不那么合适了。当乱世漂泊，将愿因你一生还我虞姬。好，有没有发现他这边唱一生还我虞姬，他这边用了口吻加唱歌，其实这个地方我是很有感觉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是他是虞姬，他来形容霸王对他的呼唤，一生还我虞姬，很有味道。其实我认为我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次刘惜君跟单依纯都没有向这首歌抛出橄榄枝？其实他们两个的声音在这里面应该都会有，就是各有不同，应该是都唱得非常好的。因为单依纯有她的柔，有她的戏曲的背景，那刘惜君其实她有比较喷腔硬朗的女性的声音，在这里面她能够体现出虞姬这种就是誓死跟随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们继续往下听第二段啊。时蝉隐逸无追白节，本当无人能敌。这里面他跟薛之谦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后面来听啊。先来听海棠的小唐。若错个四季无路退移，我也绝无悔意。好，我们来听一下薛之谦。看到这里，请你为我点一个赞吧，谢谢哦。哦，当身战隐逸无追佩节，本当无人能敌。若诸葛四季无路退移，我也绝无悔意。我认为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对一个事情的语气的描述。他比如说我也绝无悔意，跟小唐唱的我也绝无悔意，我认为 OK 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会比较青睐于薛之谦他们这个版本，因为他会把那个绝无悔意的那种我认为的那种语气用了弱声来唱出来。所以当你想要，我们为什么来谈论这些东西，是当你想要说话也好，说唱歌也好，有些时候的语气的丰富的改变是能够增添很多不同的颜色。你说，如果你即便是你想跟别人来道歉，但是你还是喷腔有力，所以别人就会不理解，或者会觉得你的歉意有加。好，我们来听一下，周深这里是怎么来描述的啊？若诸葛四季无路退移，我也绝无悔意。好，这句词里面其实涵盖了一个很丰富的画面，就是若四面楚歌啊，这个部分其实不适合用很弱的声音。然后我也绝无悔意，是突然从外面转到里面，所以用了一个弱混啊。我觉得周深对这个情景的东西的感受啊是比较深刻的。对吧？还是觉得他不能唱，很可惜啊。我们再转到我认为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亲爱的，把往该散了啊，春尘结局皆为你舞啊，最后再断一缕我的长发，不让你有牵挂。其实我觉得小唐在这个部分是唱的蛮好的，如果在对比之下呢，我倒是会觉得说会有一些，亲爱的，把往该散了吗？因为他这个散不是说这场战役结束，其实是他们的生命走到最尾。然后特别是唱到那个一缕长发，我自己觉得，如果这里加上一个说话的口吻或者是气音，它会来得更为的绝望一些吧。我们听一下薛之谦版本。亲爱的，把往该散了啊，转成结局间为你舞啊。你看哦，你别看他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专业歌手了，因为他在这里唱真的非常，亲爱的，把我该散了吗？清晨却为你举起你啊，所以他做了一个弱到强的一个起伏，他真的不是专业歌手吗？我们听下去啊。最后再断一缕我的长发，听到没有？最后再断一缕我的长发。如果我没有认为错的话，在古代断一缕长发啊，有那种断绝关系，也有结束的意思。所以，因为他后面才会跟上一句说让你不要有牵挂。其实在这里听了，你不觉得心都会碎掉吗？这个举动在很多古装剧里面，断发就是断掉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说，他愿意在此刻早点结束他的生命，让大王早一点，就是没有这份牵挂。哦，so sad。不让你有牵挂。你看多好听。不让你有牵挂，亲爱的，把我该散了吗？清晨却为你举起你啊，哒哒哒哒哒哒，断了长发，断了你的牵挂。所以你们懂吗？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唱歌，它真的不需要他有多么的专业，他只要能够将他真实的感受用他说话的口吻说出来。哎，不过这里我就要插一个，其实为什么我就会说说话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不只是说你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而是你的语气里面有没有丰富的语气，你有没有叹气的部分，有没有激昂的声音，有没有快乐有力量的感觉。他从你的说话里面就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不是一个活跃丰富的人，是不是能够吸引别人。所以我们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有2个视频，一个是关于如何正确发声啊，一个是关于你的共鸣之类的，你说话是怎么样才好听啊，去听一下。我认为我们普通人都应该，不是说普通人啊，我认为所有人只要是在说话的，然后你都应该学习一下，将自己的声音变得丰满一些啊。当然了，我说到这里，也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点一个赞，关注我，多多支持我来做些节目啊。你都看到这儿了，就应该为我点个赞了吧。OK， 那当然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沟通一下，是为什么我会坚持做这些 reaction，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看，那你光是做课程的时候别人可能没有那么的有兴趣，但是在 reaction 里面，我可以将我想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发声跟说话的想法放在里面，那你们听了之后就有感触说，哦，也许我应该去学一下。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所有有兴趣改变一下自己声音的人都去听一下哦。好，我们继续。亲爱的，把网该散了。这里周深他给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他的是亲爱的，把网该散了。其实宗旨是一样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重音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准臣结局间为你我，最后再断一缕我的长发。你看，其实只要情感稍微细腻一点，都应该知道断了长发这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地方，它很难唱成哒哒哒哒哒哒断了长发它的感觉会不一样。好，听下去。不让你有牵挂。好，那么听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去到下面一个亲爱的娘子，我准你退下，来还我此生最后的痛杀。请你在地府里等我一下，引我与白骨战马。好，这一段我们是专门来说一下刘墩墩。刘墩墩说他唱歌演戏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也觉得他在这里体现霸王的感觉，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就是你退下，
这一段部分，我认为它的力度出得过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像你会继续往下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刘端端在这个部分已经是给到我们叫歌手的最高点70%，所以他在第二个 chorus verse 的部分，他想要再要推起气氛的时候还是如此，所以就变成这一段他走的多了一点。那我们来听听薛之谦在这一段是怎么给的。亲爱的娘子，我准你退下。好，他是亲爱的娘子，用重音，我准你退下，下来了。来还我此生最后的冲杀。他这里是来换我此生最后的冲杀，所以他的虞姬他的最爱死的时候是换他最后一次冲杀，在这里薛之谦用了比较挤的声音来还我此生最后的冲杀啊，这有加了一个情绪在里面。其实薛之谦最擅长的就是增加口吻在歌唱里面。我们继续往下听哦。请你在地府里等我一下，引我与白骨战马。请你在地府里等我一下。所以除了口吻之外，他还将这个画面感放在那个歌曲里面，就是在地府里等我一下，我随后就来。好，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但是我会把戏曲这一个部分我放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好吗？我们后面再看。我们先来听刘端端他和小唐后面一个部分。亲爱的抉择，你留下吧，乱世的难题让圣人解答。若我没陪你一路只该下，涂完成开满鲜花。其实这一段的内容跟写词，我还真是蛮佩服薛之谦的，因为他这里又回到了虞姬，他其实真正的心情是希望。这么难的这个局面不应该由霸王这样的凡人来解决，应该由圣人来解决。所以这段听的还是蛮伤心的。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小唐在表达的时候是想要用力来着，但是显得有一些急促，所以我们就会听到他有尾句，他没有唱完就到下一句了。那这个地方我们来听听薛之谦的版本是怎么处理的。亲爱的侄子，你留下吧。作为一个女人，她留下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微弱的，比如说她知道不可能，或者说她知道是错的，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亲爱的侄子，你留下吧。然后我们听她后面怎么唱。乱世的难题让圣人解答，若我没陪你一路只该下，涂完成开满鲜花。所以他这里让圣人解答，就是用了那种这问题不应该由天来解决吗？所以他的语气就有了一些转变。那我自己觉得小唐在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再来琢磨一下，也不会显得想要用力但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那我们再来听他们的尾端部分吧。娘，我错了吗？喜出霸王的美名传天下，你看那后人都日趋一下，还笑我不吐不放。我们再听这一段单独拎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刘端端唱得非常好，力度感觉都把握得刚刚好。但是他同样的方法在第一段的副歌部分也出现，那么在整体的歌曲里面连贯听的时候，他的部分就是过于饱满，没有层次。那么他在第一段的时候就应该稍微再压一压，做多一点的转换，然后爆发是在这一段，那就完美。那这一段我觉得他唱得非常好。好，我们听下去。当湖面澄清小河清澈，是谁不懂珍惜？当美景憔悴映入铜镜，是我对你不起。这是
是在这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的声音没有合的太多，而且小唐的声音是有一点 cover 住了刘端端的声音，也不知道为什么刘端端会出现几个失声，就是我的可能是我的音频没有捕捉到，所以他的低音是过于弱，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就没有夯实到两个人对话结束之后又回到湖面泛平，那种凄凉感。其实这样的感觉啊，我曾经在一套连续剧 TVB 的连续剧里面叫《洛神花》里面也有这种感觉。我们再听听薛之谦的版本。湖面晨星小可清晨，是谁不懂珍惜？当悲情憔悴映入铜镜，是我对你不起。所以薛之谦这个版本就会显得他们两个的声音就比较合拍一些。那我们现在来主要来讲一下我认为非常精彩的部分啊，就是里面的戏曲的成分。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我们就不听刘端端他们的版本，我们只听薛之谦的版本啊。虞姬，你可有悔？好，我们来听一个，我不知道是网上谁拿出来的合的，我不知道是谁合的，但他的声音还蛮不错的。虞姬，你可有悔？小女子对你丝毫无悔。好，我自己觉得对戏曲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点要求，因为他这一段是直接将听众拉回到那个年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当你戏曲如果没有唱到位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格格不入的环节。那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声音，我也认为它非常的合适，就是单依纯的声音，只是他没有在这里面表演。但我们来听一下单依纯在《落笔成书》里面后面的戏曲部分，让我对他非常的欣赏，也是因为他用了戏曲的，我觉得啊，我突然就觉得单依纯他唱歌会那么的好听啊，跟他有一些戏曲的能力跟背景有关，所以他的声音就是柔，但是又有韧劲儿，然后又他的那个转音又非常的丝滑啊，可能是因为有戏曲的原因，要不咱们都去学一下戏曲。怎么样？有没有觉得绕梁三尺的感受？反正我就是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棒。那节目到了尾声，我也是希望像这样好的歌曲能够经常出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让我们一起来落泪，让我们一起来体会啊这个生活和人生。那当然啦，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能够做一些调整跟改变，让你的声音也是充满颜色的，好吗？那也希望你能够为我点赞，下一周再见喽，拜。